我的夫君是渡劫的佛子，而我是十恶不赦的恶毒女配。按照剧情，我怀着他的孩子死在他面前，谁知一朝归位，圣洁清冷的佛子因我有了心魔，再入幻境，角色兑换，他强取豪夺，把我锁在金殿里，抚摸着我平坦的小腹。这次你休想再跑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几支箭雨破空而来，穿透了窗棂。对不住了，小夭夭，你只能提前下线了。司命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，我拼命点头。这个剧情不走也罢，再怎么深情也都是假的，我不能沉沦。魏勋为了护着我被箭雨划破胳膊，受伤让他动作一顿，身后箭雨又至，冲着他的后背。我全力推开魏勋，在魏勋不敢置信的目光中，锐利的箭雨没入我的心口，还真是疼啊！不，我想笑，可是失败了。我想告诉他这都是假的，可是血从嘴里不要钱似的涌出来，让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我伸手想要再摸一摸他的脸，毕竟等到归位后，他又是高高在上的佛子了。但箭雨穿透我的身体，把我钉在了床上，动弹不得。算了，我闭上了眼。魏勋，我的夫君，再见了。我是佛子连尘的小小仙士，为了帮助他渡劫，被司命安排在幻境里，成了恶毒女配。原本我只要给连尘的情路上增加点坎坷就行，毕竟主角是他和之灵仙子，可是发生了意外。等我被司命点醒，我才发现我这个恶毒女配居然强取豪夺，嫁给了连尘，还怀了他的孩子。要知道，连尘和之灵仙子的情节可是天君用红线测出来的。可是如今连尘在和我成亲后，居然就踏踏实实的和我过起了日子。不管我如何想要拨乱，反正连尘根本不为所动，甚至越发对我温柔深情。只是这样，连尘就没办法渡劫成功。他若不成功，那天下苍生就会跟着吃苦。毕竟佛子就是苍生的化身，身上沾染的浊气就必须用情劫化解。好在司命力挽狂澜，斩断了我和连尘的孽缘，让我强行下了线。只是这过程有点太过突然，朦胧中，我似乎还身处在宫殿中，我就像是个旁观者一样，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。魏勋双目赤红，扑过来想要叫醒我，可我胸口插了一支箭雨，鲜血早就染红了整个锦被，肯定是不能活了。而且我已经灵魂出窍，没有再归位的道理。大概是死了的原因，我居然可以看破整个幻境。幻境只是司命设置的一颗水晶球内，在天空的顶端可以看到一双时刻注视着我们的双眼。我就说他肯定把所有事情看了的满眼，包括我和魏勋床子之间的事情。但很快我就反应过来，我已经下线了，和魏勋的缘分也已经断了。而且他是佛子，不会再和我有什么关系。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仙士而已，既不能为难司命，更不能和连尘告状。毕竟是我趁着他渡劫神魂不清时占了他的便宜，还怀了他的孩子，只求等他归位后可以放我一条生路。魏勋被侍卫拉着，想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，不让他靠近我。可他不为所动，不顾偶尔射进来的箭雨，跪在我的身边，慌乱地抬起我刚才想要碰触他的手，压在了自己的脸上。夭夭，声音悲痛又绝望，一滴眼泪就那么毫无预兆地蹦了出来，落在我已经渐渐冰凉的手背上。我的心也跟着跳了跳。魏勋猛地抬头，透过破碎的窗户，他看向了天空，而天空的位置正好是司命那双时刻观察幻境的双眼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魏勋红了双眼，手里竟然幻化出一柄长剑。要知道，幻境中所有人都被封了灵时，现在顶多是个普通人罢了，可魏勋又怎么能凭空幻化？我随着魏勋移出了宫殿外，不舍得看了一眼床上自己的尸身，小腹被我保护得很好。虽然腹中胎儿只是幻境中的幻象，可5个多月，我和他总有种血脉相连的感觉。这难道就是入戏太深吗？我正胡思乱想中，一阵兵器声传来，伴随而来的是惨叫声。幻境中向来稳重的魏勋此刻失去了理智一般，冲到刺客群里大杀四方，而且攻击中裹挟着九天佛子专属的灵气。司命和我一样，显然是被这气息吓到了。按道理说，连尘是不应该恢复记忆的，
而且这幻境也承受不住九天佛子充沛的灵气，已经开始从天空开始崩塌。最重要的是，九天佛子悲天悯人，不应该有这近乎暴虐的灵气。天空中司命的眼神慌乱得够呛，可是我与他再也不能联系。不知道是因为连尘激发灵气杀戮所致，还是因为我已经不再是幻境中人的原因。不一会，地上满是残肢，天空也变成了血红色，然后不断的剥落，露出圆形的水晶球。魏勋身上沾满了鲜血，眼神带着嗜血的红色，而他对面则站着赤练。魏勋受死吧！魏勋身形佝偻，犹如入魔前兆，他怪笑几声，丝毫没有拖泥带水的举剑刺去。死！11是我的，是本尊的人，不管是九天还是这幻境。佛子，不可啊！魏勋的声音犹如从幽冥传来，可司命的声音突然从半空中响起，在幻境中回荡着，导致我并没有听清魏勋的话，只隐约听到什么本尊的人，不管是九天还是这幻境。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是和猜测的差不多，魏勋恢复记忆了。而且他口中的人应该说的是芝灵仙子吧，毕竟红绳已经说明两人是有情的，只是在结腕前被芝灵仙子的仙势寒招给斩断。当时我站在芝灵仙子身后看得清楚，九天虽不断情绝爱，但是连尘这种身份是绝对不能有情的，否则天下大乱。想要一解相思，唯有在这幻境中才能暂时的放下身份和责任，好好感受这短暂的一世姻缘。结果呢，却被我给破坏了，强取豪夺，和他成了亲，还怀了他的孩子。我看过凡间的话本，连尘这样分明就是一个失去心爱之人，绝望入魔的样子。总归不可能是因为我。赤练此时还是幻境将军的身份，对于他来说，我是他的心爱之人，而魏勋是敌国太子，也是抢走他心爱女人的情敌。他并未察觉幻境的变化，也没看到司命，可连尘他却是知道的。赤练是他9天万年好友，但丝毫没有改变他的杀意，用灵气把司命打飞，然后一剑刺穿赤练的心脏，之后毫不停留地飞身回到了寝宫内。在幻境坍塌的那一刻，我魂魄被抽离，我看到他抱着我的尸身，像是一个茫然无措的孩童。可是不应该啊！我心中悲痛难忍，忍不住伸出了手，可我却怎么也触碰不到他。画面瞬间崩塌，等我再醒来，已经泪流满面。司命的大脸猛然出现在我面前，小夭夭，你入了佛子的梦，看没看到幻境之后的事情？我想起来了，我现在已经归位，幻境里我真身入境，除了腹中胎儿是幻境随着剧情所化，其他的一切都是我真实经历，包括嫁给连尘，以及那些夜夜的缠绵。可让我意外的是，在我归位后，连尘也从幻境出来。当时我有些不解，现在入了连尘的梦境，才知道原来是连尘毁了幻境，提前归位。见我不说话，司命就明白了，现如今只有你一人可以救这普天之下，可以救佛子。什么意思？司命有些扭捏，因为我发现佛子可能有入魔征兆。话不能乱说。我板着脸，如果连尘入魔，不光苍生不幸，9重天也会把连尘视为不祥。9天就是这样，过于的理智就近乎绝情，哪怕连尘是带编制的。可天下苍生，只要他危害半分，那9天绝不会容他。能让9天佛子种下心魔，必定是经历极度的绝望和痛苦。而且心魔难去，一旦种下便生根发芽，不死不休。小夭夭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你骗我还少吗？你说佛子渡劫洗去了神魂，你说我只要给佛子情路添点堵就能全身而退，结果呢？佛子是真身入境，并且还保留着神魂。我脸颊发烫，没好意思继续说下去。毕竟谁能想到幻境中的变数都是连尘亲手所致，谁让佛子怜心难测，让我这属下难办，也让小夭夭受罪了。不过你也要感谢我，不是我的话，你又怎么知道佛子的心意？司命被我说的面子挂不住，讪讪的给自己找补。司命其实都怪韩昭，要不是他沉不住气斩了红线，怎么会让人误会？要是早知道那红线结腕的是你和佛子，就是打死我也不敢乱写。说实话，我还挺喜欢自己写的剧情，只是我磕错了，知错就改就好。司命星君可是有10世的机会改正。连尘不知何时来了，
她一身纯白的袍子，明明没有任何装点，可看上去却尊贵无比，浑身散发着让人生畏的气势。她目光平静，只是扫过司命，就让司命忍不住弯了腰。想到那时事情节，司命脸色更难看了。我偷偷看了眼司命，既有同情也有好奇，更有一丝丝期待。连城罚了司命和韩昭下凡渡劫，而且还是实事。且不说韩昭喜欢芝灵仙子，就说他俩都为男子，这点就让人遐想。毕竟他俩下凡谁为女子，谁为男子让人好奇，还是两人都为男子。还要纠缠实事，芝灵仙子和韩昭有情，而司命是奉天君之命织就幻境。这下被连城乱点鸳鸯谱，芝灵仙子和天君的心情可想而知，可谓是打击面有点广啊。司命瑟缩不已，腿一软就跪了下来。连城也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身就走。一路上他步步生莲，我跟在他身后，因为琢磨司命说的话，没有注意，下意识地踩在地上的莲花印记上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觉得脚下有些软乎乎的，而且一股淡淡的莲花香气飘来，就和幻境里味熏动情、生米煮成熟饭时的味道一样，惹得我口干舌燥，心神不宁。连城猛然停住了脚步，我差一点撞上他的后背。香气很快就消失了，失望之余，我不解抬头一看，原来是芝灵仙子和韩昭。芝灵仙子在幻境里是我的妹妹，和她真身一样，都是清清淡淡的大方姿态，而且在幻境里，她和魏勋也没什么情谊在，所以在见到芝灵仙子，先是冲我点了点头，然后再和连城打招呼。连城没开口，甚至目光都没有移动。芝灵仙子也不恼，刚刚从佛子仙宫出来，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了，意思很明显，他这是找连城有事，而且9成9和渡劫有关。韩昭表情别扭，有点不情不愿，可又必须低头。佛子，都怪韩昭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连城开口直接打断了他，可和他语气平淡不同。他背在身后的修长手指紧握，平滑的指甲因为力度已经嵌入了皮肉里，而他的手指上还留着幻境里的伤痕。真身入境，伤痕不可痊愈。一道是为了和我团聚冒雨骑马摔下所致，一道是我死后为我拔出剑羽被划伤所致。两个伤口皆与我有关。我心中悲痛难忍，又想到刚才司命趁着连城打坐让我入梦看到的一切。我上前握住连城，轻轻掰开他的手指。连城一怔，任由我掰开。韩昭先是短暂的惊讶，然后脸立刻就红了，接着又变得惨白惨白。芝灵仙子神色复杂地看了韩昭一眼，然后挡在他面前。佛子，如果需要，小仙万死不辞。需要？本尊什么都不需要。连城声音沙哑，如同幻境里他对赤练的语气。我瞬间就想到了他一身血污抱着我尸身的画面，而本该晴朗的9天被弥漫的黑气渐渐笼罩。虽然黑气浅薄，但是从远处飘来，带来强烈的威压感。充沛的灵气和光线被黑气阻碍，犹如死寂的绝境。芝灵仙子如临大敌，片刻后视线就从黑气移到了连城身上。我从后面搂住连城，连城，魏勋是我，夭夭啊，我好好的，没事的。我轻轻安抚着连城，感受他的胸膛从僵硬到剧烈起伏，大手缓缓地抬起，狠狠地压住了我的手，像是要把我的手掌融进他心脏般，感受着我的存在。黑气不知何时退散，天边出现了一道不该此时出现的粉色霞光，映的云彩如同一朵朵盛开的莲花。果然，连城的心魔是我。回到仙宫，连城闭门谢客。韩昭和司命的事情更是没有转圜的余地。芝灵仙子吃了几次闭门羹，也就不再坚持，大概是寻其他办法去了。就连我都不让近身，每日的茶水只是放在他的寝宫门口。直到我转身看了天君，天君来的时候没有大张旗鼓，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身后，我手一松，茶杯差点掉在地上。天君，我低着头退到一边，可天君却没有动作，他上下打量着我，眼神不解，愤恨与怨怼。这还是我第一次从天君脸上看到如此复杂多样的表情，可见天君对我的印象是极其不好的。连城最近怎么样？我刚要开口，又被天君打断。算了，
本君亲自和他谈一谈吧。为了一个小小的鱼仙，还真是不值得。我后背僵直，浑浑噩噩中，我居然来到灵河池。池中还是只有一朵灵河，那是连城的真身，而我是他养在池里唯一的锦鲤。我吃了他的花瓣，才幻化成人。一切都好像发生在昨日般，只是现在的灵河有点不对劲。本该纯白顶端带些淡粉的花瓣，此时枯萎，散发着淡淡的黑气。我走过去，刚触碰到黑气，心脏就被一股强烈的气息震撼，其中蕴含的绝望、不甘、愤怒，让我承受不住，腿一软，跪在了池边。好想狠狠地占有心中所执着之人，让他再也无法离开，哪怕和所有人为敌，挡我者死。突然眼前纷杂的幻象消失，我一下就跌入了池水中。连城和天君走了过来，我下意识地想要躲起来，恢复锦鲤真身，藏在了灵河之下。此时灵河已经恢复成了原本的颜色，伫立在池水中，清幽高洁，如同现在的连城。可隐隐透着不对劲，果然天君猛地转身，一挥手，灵河幻象消失，又变回了那朵散发着黑气的枯萎花朵。只是他没有发现我，我吃了连城的花瓣化形，身上的气息已经和灵河趋同。就算是灵河现在变黑，天君也只当是残留了一些以前的气息罢了。佛子的心魔要隐藏到什么时候？佛子可知你因天下苍生而生，也是为天下苍生而活。你要是被心魔所控，苍生也会跟着受苦。佛子说该如何处理。我心里一紧，没想到天君已经发现，看来这是9天之下，早晚都会发现。连城目光平静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此事是我的错，不该贪恋幻境，不该生出那些奢侈的感情。天君叹了口气，在开口时没了刚才的咄咄逼人。佛子，本君知道你难，所以特意让你入境渡劫，本想着让你度过一世，体验人间七情六欲，可没想到你却真身入境，越陷越深，还因为那小鱼仙入魔。其实只要你再入幻境，消了心魔。天君摇摇头，在他眼里我就是连城的污点。天君，我愿意承担一切罪责，是我佛心不稳，沾染了七情六欲不说，还为此入了心魔。可我不能让夭夭再为我涉险，要不是我存了私心，修改命运以解私欲，想在幻境和夭夭厮守片刻，事情也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，任何伤害他的事情我都不会做。连城直接打断天君，语气冰冷，甚至能听出几分胁迫来，只是说到最后又增加了几分哀痛。只是连城为何这样说？再入幻境消除心魔，难道不好吗？而且我又会受到什么伤害？天君叹了口气，可是我知道天君想说什么。幻境里我无法压制心魔，会被心魔彻底控制，不光会做出伤害夭夭的事情，魔气还会伤到夭夭。连城目光空洞，心魔就是连城在见到我死后由绝望、不甘、愤恨、自私、占有欲而形成的。一旦不受控制，他们只会被本能驱使，那样幻境就会变成我的囚笼，一直到心魔消散，我都无法逃脱。况且魔气会伤害我的修为，也许那就只有到幽虚消除心魔了。天君的话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，我心里一惊。和再入幻境这种从根本上消除心魔不同，幽虚就是用外力暴力消除，只是幽虚里走一遭消除的，可不就是心魔那么简单了。天君不会让连城死，只是谁知道心魔消除需要多久，万一这期间连城撑不住了怎么办？连城10日。天君一愣，什么？还请天君给我10日期限。天君放心，我已用全部灵气压住心魔，10日而已，苍生无碍。连城目光远眺，不知想起什么，表情柔软，带着深深的眷恋和不舍。天君一看就明白了，可以是可以，只是10日佛子不可出宫，本君不想赌。连城轻轻笑了笑，连城明白。等我从灵池中出来，连城和天君已经不见了踪影。我赶紧去找，只是在寝宫门口看到连城的背影。我刚要敲门，就听到身后有人叫我夭夭，脑海里纷杂的声音被一道温柔的呼唤打断。我猛地转过身，只见连城正笑意盈盈地站在我身后，他长发不知何时蓄起，被墨绿色的发带束起，随着微风微微飘动，
犹如幻境里那个光风霁月、温柔缱绻的魏勋。可刚刚我明明见他进了寝宫，现在你刚刚想给你个惊喜。连晨走过来，牵着我的手，大大的手掌有些冰凉和僵硬。他感受到我担忧的目光，无碍，只是有些激动。你不是一直想到凡间看看吗？我带你去。可这9天，而且你刚刚……我活了千万年，也想任性一把。我心中一动，也好，彼此留个美好的回忆吧，就算是弥补幻境的遗憾。至于我的那个决定，等10日后再说也不迟。我终于还是贪恋和连晨的相处，就这一回了，也让我任性一次吧。连晨拉着我下了凡界，在一个小小的城镇住了下来。我和连晨就像是凡界恩爱的夫妻般，只是每次我只要说起心魔，都会被连晨阻止。我有好几次都想聊一聊心魔的事情，哪怕让他知道我偷听也无所谓。还有这些日子里他的变化，他是9天佛子，为何会不顾苍生私自下凡和我厮混？可每次都被连晨阻止。就比如这次，连晨，那日和你天君。不等我说完，连晨立刻俯身过来，把我困在说案之间。我心跳如鼓，打算今天不能再上连晨的当，一定要问个明白。你休想再用这招。我语气有些飘忽，想起昨晚我就有些没底。连晨轻轻拂开我一缕乱发，想什么呢？你头发乱了。打趣的笑声在我耳边响起，带着一丝的蛊惑。我脸顿时红了，可我很快就清醒过来，刚要开口继续刚才的话题，谁知连晨就吻了上来。于是这一次很快就又以吃干抹净失败而告终。为了防止继续失败，第2天我换了个问法，想循序渐进。连晨，你身上的香气为何消失了？包括你的头发，你是不是用了灵？连晨抵住我的额头，原来如此。什么？我一时语塞，不敢望向连晨那轻柔的目光。自从来到凡间，他一举一动都和幻境中魏勋一般，让我有种我从未和他分开过的错觉。现在天还未黑，不过可以试试。连晨何时变得如此厚脸皮，曲解我的意思？可惜我没有解释的机会了。这几日阴雨连绵，只是那厚重翻涌的云层中，夹杂着几缕凡人无法察觉的黑气，是连晨心魔的气息。可我最近和连晨日日相伴，亲密无比，并没有从他身上再发现心魔的踪迹，而且因动情而生的花香也再也没有出现。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桂花糕。连晨撑伞站在细雨中，对天上的异象恍然未觉。我一时恍惚，魏勋。看着眼前翩然欲立的连晨，脑海中突然跳出了昨晚的噩梦。梦里连晨一身脏污被锁在某处，见我过去，他才缓缓抬起头，伴随着铁链声响，眼前的是一张破碎不堪的脸。夭，连晨打断了我的乱想。不知何时他走了过来，突然天上一道惊雷闪过，震得天地回响。连晨轻柔地擦了擦我珠钗上沾染的水汽，我想在凡界开间糕点店，只不过此处并不种桂花树，我要离开几天买树种，你在家乖乖等我好吗？他手中的桂花糕是他冒雨到临城买的。我心中不安，可以不去吗？连晨笑笑，等我。你会回来吗？连晨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舍和眷恋，并没有直接回答我。所以你要等着我，在我回来之前哪里都不要去，好吗？看着我胡乱地点点头，得到承诺的连晨像是松了口气，喃喃自语般，等我。可我终究是违背了承诺，连晨走后我就回到了9天。我在9天制造的灵魁不见了。灵魁是9天秘术，和普通傀儡不同。灵魁不光身体和制造者一模一样，而且几乎能和原主的元神充分融合，就连9天之中都没有几个人能分辨出灵魁和本体的区别。那灵魁是我按照连晨的样子造出来的，或者说是按照魏勋的样子造出来的。其实这是我的私心，为了解相思，也为了连晨金蝉脱壳，与我下凡做一对恩爱夫妻用的。此事9天之上知道的不超过3人。脚下不知何时飘来一层淡薄的黑气，整个仙宫里都弥漫着黑气，而源头就是连晨的寝宫。我双手颤抖地推开寝宫门，黑气被冲散，显现出一个孤寂的身影来。他坐在莲花蒲团上，紧闭双目，口中诵声不断，
那些黑气被他控制在寝宫之中，只有少许顺着缝隙溢了出去。只是连城脸色苍白的可怕，哪里还有9天佛子的圣洁？那些黑气犹如幽冥而来的恶鬼，撕扯着他。夭夭，快走！费力的开口，声音嘶哑，如同被刀割般。我脚步踉跄，不顾皮肉被黑气侵蚀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傻？自己在这儿受苦，让林奎陪我？你是故意把我引走的吧？你就没打算再回去？你想让我永远等下去，再也不回来？怎么可能？等我从幽虚回来就会找你，这是我的惩罚，可不是你的。我已经禀明天君，凡借我结了结界，可保你平安，不被任何人找到。我只想让你活着。连城虚弱一笑，我反而冷静下来，擦了擦眼泪。不被任何人找到，被谁？天君吗？那天我都听到了，只有我才能救你是吗？而且就算没人找我，我也会去找他们。司命也这么说过，只是后来我再去问他，他就什么都不说了。看来应该是被连城威胁闭嘴了。连城脸色一慌，刚要开口说什么，突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林奎出事了！诛仙台上，天君掐着林奎的脖子。佛子，你没有遵守约定。墨绿色的发带紧紧缠绕着林奎的脖子，那是我今早亲自束上去的，现在却给他增加了更多的痛苦。林奎和主体魂魄五感相连，连城的状态也不好，脖梗青筋暴起。我只是想陪夭夭10天而已，10天后林奎也会消失，而我会去幽虚，直到心魔消除。天君，你别怪我，我只是不想让9天和苍生有事罢了。连城，林奎里只是一缕神魂罢了。连城浑身被黑气包裹，犹如一朵在荆棘中挣扎的莲花般，拼命想要挣脱束缚。可他越是挣扎，越是被伤的厉害。天君一把扔掉林奎，那也不可。林奎和真身五感相连，时间长了五感就会同步。本君说过不能赌，林奎是不能留了，推下诛仙台，毁去灵身。诛仙台不光能毁去灵身，还能毁去神魂，而且灵身毁坏对连城也是一种伤害。明明天君是不想让连城有事，可这样的话，连城也许根本无法在幽虚撑住。可即便是猜出来，我也无法眼睁睁看着林奎被毁。不要！林奎犹如一片枯叶，被天君随手扔下了诛仙台。我想都没想，飞身冲下。天君目光复杂，佛子，看来这小小鱼仙比我想象的要痴情啊！连城双目赤红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诛仙台下充斥着云层和闪电，就算是天君都无法抵挡住这9层闪电，更别说我只不过是一条小小锦鲤。一道道闪电打在我的身上，像是要把我身体和魂魄一起震碎了一样。模糊中，我看到了林奎，他急速的下降，干净的衣衫已经被天雷烧得狼狈。既然如此恋恋不舍，那就让本君送你们一程吧。就在我搂住他的那一瞬间，一道天雷从9天而降，劈穿了我和林奎。手一松，林奎落入下方云层密集的天雷中，消失不见。我觉得剧痛无比，不光是身体，灵魂也疼得厉害，疼得我无法说话。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林奎不能有事，连城不能有事。大概是见我没有退缩，又一道天雷劈下，穿透我的心脏。不！连城的呐喊声响彻9天，可我依旧不甘，用尽最后力气，向着下方加速，坠入了云层之中。我只有唯一的念头，找到林奎，找到连城那一缕神魂。连城和林奎五感相连，现在连城不光要承受心魔之苦，还要承受天雷蚀骨之痛，以及神魂消散之罚。我不过只是生受了几道天雷而已，还不及连城的3、4分。只是我还是晚了一步，林奎被天雷打散，神魂溢出。我伸手紧紧握住那淡金色的神魂，压在胸口。连城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，哪怕我只是一只小小的鱼仙。失去意识前，一道纯白的身影从天而降，劈开了道道天雷，紧紧抱住我，脸上的慌乱犹如幻境里抱着我尸体时一样。我本想笑笑告诉他我没事，可嘴角已经不听使唤。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把手中的神魂送进了他的胸膛，然后猛地垂了下去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夭夭，夭夭，语调由慌乱变得声嘶力竭。
等我再醒来，是在连城的怀中。他有些不对劲，或者说整个9天都不对劲。灵气阴魔气质色停滞，阴阳倒转，天昏地暗。连城双手青筋暴起，像是忍受着极大的痛苦，可他动作却没有表现出半分，依旧轻柔。连城的魔气每日都在加重，10日是他能控制心魔最大的期限。佛子心魔深重，若是任由发展，定会是9天和苍生之苦。来人，请佛子到幽虚反省。可惜已经没人可以靠近。连城身上的黑气愈发浓重，我反手把连城搂进怀里，感受着他从失控的边缘到冷静。连城轻轻把我推开，随着其他人离开。我在他身后喊道：连城，等我。连城动作一顿，之后便加快的脚步。等到诛仙台上，只剩下我和天君。其实天君不用做这场戏。天君表情一僵，你什么意思？大概是没想到会被我这小小鱼仙看透，天君面色不爽。天君想让我救连城，知道连城清醒时肯定不愿，所以故意激发他的心魔，一来是为了让他失去思考的能力，二来是打算苦口婆心劝解我一番，让我深明大义，甘心救连城。天君双眼半眯，你早就知道了。我苦笑，天君圣意难测，我也是刚刚才想明白的。只是天君错了，就算是没有这些，我也会甘愿救他。只是原本我是打算10日后他进入幽虚再行动，因为我也知道只要他清醒1天，他就不会同意。天君先是惊讶，然后开始生气，早知道如此，他省得绕这么一大圈。不光事后连城那里不好交代，还显得他用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再次见连城，圣洁的佛子被铁链锁着，坐在肮脏的地上，唯有一双眼睛炽热又清明。见我来，连城激动起来，谁让你进来的？快走！我是来救你的。连城以为我要把他带走，他泄了力，脖颈和手腕、脚腕间的铁链叮咚作响。不要任性，等我回去好吗？不好，因为你骗我，不就是进入幻境消除心魔吗？不比现在来的简单吗？我故作轻松，拿出司命的幻境水晶，瞧，做个梦就能救你。不要！连城挣扎着想要打破水晶，我后退几步躲过了他。看着我想要开启幻境，连城不住的哀求：夭夭，我不愿伤你，我不愿。声音带着压抑的哽咽。他苍白的脖颈上是被铁链磨出的血痕，可他却恍然未觉。我心酸一笑，可你是我的夫君啊。我睁开眼，短暂的茫然后，我才意识到我被关在金殿里已经1个月了。为了不让我逃走，魏勋把门窗全都封死。金殿里漆黑一片，只有烛火作伴，我无法分辨日出月落，但魏勋每晚都来，所以每次他来我都在墙上画一道。今天刚好30道。时间仿佛凝固了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金殿大门打开，外面仍旧是一片漆黑，只是和殿内不同。外面星光闪烁，还带着一股淡淡的青草气息，但大门很快就关上。一个人影慢慢走来，魏勋。我每天只有对着魏勋才说上几句话，长时间不用，嗓音沙哑难听。魏勋坐在床边，烛光中，他眸光跳动，像是伺机攻击的野兽般。1个月了，我已经懂得他眸光中的意味，忍不住瑟缩了下。魏勋目光一凛，捉住我的手腕，不让我向后退去。小夭夭，今天听说你有些不乖啊。魏勋俯身，温热的气息喷在我脸颊，我却忍不住冷地站立。我没有。我下意识地挣扎。魏勋生气，今晚我就倒霉了。可说到一半我就想起来，他说过他不喜欢我骗他。只是已经晚了。魏勋冷笑一声，是吗？今天送饭的时候，工人说你想要逃。我和连城入幻境后，他就被心魔控制。也许是心魔太过偏执，幻境竟然还是司命所知的那一个。当时天君为了以防万一，也打算让赤炼和芝灵仙子在幻境中帮忙。毕竟心魔是不可控的，谁知道他会不会冲破幻境。可是天君还是低估了连城。第1天连城就清空了幻境，设置结界，任何人都无法闯进来。现在幻境里只有我和他，剩下的全都是连城亲自织就。他先是用了1天建造了一座宏伟的金殿，只为藏我一人。一开始窗户还有没被封，
魏勋每次来都听工人说我站在窗边望着天空，所以魏勋把窗户封了。别封，因为透过窗户我能看到幻境中魔气的变化。好啊，看你乖不乖了。魏勋身上的花香变得浓郁霸道，不似曾经的温和诱人。他大手握住我，把我伸向窗户的手拉回了床帐里。因为受到魔气影响，我的五感一天比一天衰弱，修为也被压制。一开始还是能感知魏勋身上的魔气变化，每次他从金殿离开都会减弱几分。可渐渐的我已经感知不到，甚至就连身体都有些虚弱。大概是见我迟迟没有动手，赤练和之灵还有司命强行幻化成幻境中的人物，虽然他们不能入境，但用神识控制幻境中的人物还是可以，只是都被魏勋斩杀。面对曾经的好友同僚，魏勋一点都不手软。要知道斩杀神识后也是对真身有伤害的，可见心魔的厉害。看来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我试图安抚他，连尘只是一只受伤的小鸟飞进来罢了。我不是连尘，我是魏勋，你的夫君。他捏着我的下巴，我对他的称呼让他不满，手指收紧，在我脸上留下一道道红痕，掠夺意味明显。手指向下抚摸上了我的小腹，这次你休想再逃。我握着他的手，魏勋，你放心，我不会逃，我永远都不会逃，你冷静点好吗？逃？不对，你逃过，你死在我面前，都怪韩昭，都怪司命，我要杀了他们。可更怪我不该不确认红线就和之灵渡劫，更不该为了一己私欲修改幻境，都是我的错。1111，让韩昭和司命经历时事情节虽然是惩罚，但也是连尘不想因为心魔发作而杀掉他们。魏勋眼中暗光涌动，整个人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纠结中。他捂着脑袋，脑海里纷杂的声音让他头痛欲裂。我没事，我没死，那都是假的，我好好在这里，你看一看我。不，那不是假的，我因苍生而生，从神智开化时就是佛子。我的存在就是为了守护苍生，千万年无悲无喜。我知道我不该生情，不该动情，可只有那幻境中的几年，是我真正可以做为自己而活着，那怎么能是假呢？我每句话，每份情意都是真的。那个9天之上曾经高贵的佛子，此时正窝在我的怀里，低低的哭泣。这是入幻境以来魏勋第一次稍微清醒，只是我现在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。看来我该动手了，这是我能陪连尘的极限了。我开始陷入昏睡，等我醒来已经是3天后了。魏勋一直陪在我身边，见我醒了，眼中的慌乱才被他压下去。我目光被阳光吸引，金殿的窗户被打开，阳光驱散了1个月来的黑暗。11，你喜欢看就看吧，等你身体好点，我带你出去走走。魏勋下颌已经有了胡茬，眼底青黑一片，看来3天他都没有睡。我心思被天空吸引，弥漫的魔气已经消散一些。趁我发呆的时候，之前受伤的小鸟跳到了我身上。于11，别忘了你的任务。是天君的声音，只有我能听到。我苦笑，2次幻境都不是我能控制。魏勋，11，你看我把谁请来了？我视线看向宫门，居然是他。父皇，知道你想家了，我特意把父皇请来，是不是很高兴？等你好些，我陪你回去看看。家，我有些心动。其实不止连尘觉得幻境中才找回真正的自己，我又何尝不是？父皇路过魏勋身边的时候，突然掏出了一把匕首，狠狠扎在了魏勋的心口。不要！顿时包裹魏勋的黑气出现了一个缺口，可鲜血也从伤口喷涌而出。魏勋踉跄几步，胡乱的想要捂住自己的伤口，还冲我笑了笑，别看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可下一秒就跌倒在地。我连滚带爬的跪在魏勋身边，搂住他。天君，我答应的事情就会履行，他最近魔气减弱，我已经找到时机，你为何还要这样？你以为本君想这样吗？机会转瞬即逝，魏勋这几天心魔不稳，难免会反复，长痛不如短痛，快把你体内的灵和花瓣取出来。天君控制着父皇，语气冰冷。我忍不住笑了起来，眼泪控制不住的流了下来。我因吃了连尘真身的花瓣化形，又日日在灵河池里和他独处，体内的灵气最和连尘相似又纯净的。
可以说我以灵和花瓣为根基，修炼化形。之前天君说的办法就是让我取出灵和花瓣，先用我的修为和气息驱散心魔，然后用灵和花瓣稳固连尘的莲心。只是这样我修为尽废，但我心甘情愿。可我不明白天君为什么要这样，明明都说好了，只需等到连尘心魔减弱，找准时机把灵和花瓣渡给他，也给我一个可以和魏勋告别的时间。可为什么要提前动手？为了重塑莲心。我一愣，很快明白过来，重塑莲心就代表着连尘将失去过往所有的记忆。天君放心，我也没打算让他记得我。我调出之前藏好的一缕灵气，化为一把利剑刺中我的心口，忍受着抽髓之痛，把灵和花瓣逼出。纯白顶端带着粉色的花瓣被我白色的灵气的包裹，飞入了魏勋的心口。连尘已经嗜血昏迷，也好，省得让他难过了。花瓣入心，连尘伤口愈合，心魔消散，幻境清明。我掰开他紧紧握住的手指，踉跄地从金殿走了出去。外面阳光普照，真好。我渐渐失去意识，化为一尾锦鲤落在了水池里。我每天都在一个不大的水池里游来游去，里面只有一只灵河，灵河长得很好看，白嫩白嫩的，顶端还带点粉色，让我忍不住想要嘬几口。可我找不到机会，因为总有一个人站在池边，让我十分不好意思。我听别人叫他佛子，不过我不喜欢这个名字，我更喜欢他另外一个名字，连尘。连尘总是看着我，他的眼神我看不懂，眷恋、深情、伤心、内疚。这人简直是让我郁闷。难道就这么喜欢这朵灵荷花了吗？所以天天都要看着，防止被我吃。只是他为什么要把手放在水里？修长的手指比灵荷花对我还有吸引力。我忍了忍，终于忍不住了，趁着一个什么叫赤练的人来找他，偷偷游到他身边，然后飞快地嘬了一口，赶紧跑掉。连尘僵硬地转过头看着我，直到被赤练叫了好几声才回过神来。连尘，连尘。连尘收回手指，低头看着，嘴角居然勾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。你接着说。赤练神情复杂地看了一眼正在水里游的我。那日你心魔消除，从幻境出来，独独带着这尾锦鲤。其实我想和你说，这锦鲤本是我池子里的，你反正已经，不如把它还给我，我好生养着。它喜欢到处乱作，别坏了你的修行。哦，是吗？我的心魔为何而生？连尘抬头看得赤练目光躲闪，被苍生熏染千万年，难免会有些浊气，渡了就好了。连尘轻轻一笑，确实，我被苍生熏染，也有了自私之情。这尾锦鲤我不会给你，我不想和这个赤练走。我急得在水里转圈。你看，他也不愿意。连尘似乎对我的态度很满意。赤练，哼，他现在不过是没有开智化形，他能知道什么？谁说的？我早就偷吃了好几瓣灵荷，不过也不是我故意吃。谁让那本该紧簇的花瓣故意垂下来，明摆着就是要让我吃。而且吃完一半就垂一半，根本就吃不完。一道金光闪光飞入空中，连尘目光追随，双拳紧握，直到金光落入一旁，我幻化成人身，指着赤练急切地开口。我不愿意和他走。整个灵河池回荡着连尘低低的笑声。就这样，我成了连尘宫里的仙侍。连尘对我很是放纵，导致我经常不小心闯入他的寝宫，入他的梦。整个9天都知道连尘佛子有个小小仙侍，极其没有规矩。就算在天君面前，我也不害怕。天君，您的茶来了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很不喜欢天君，觉得他这人心眼怪多，不好相处。连尘虽然没有那么明显，但对他态度也是淡淡的。大部分时间，天君都是热脸贴冷屁股，自说自话。就比如现在，天君喝了一口我准备的隔夜茶，眉头皱了皱，没发作。佛子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我把茶杯递给连尘，他的手指划过我的手背，我忍不住偷偷看了他一眼。想好了，而且灵魁材料也全都找齐。天君，既然您是为了苍生，就明白这是没有转圜的余地。天君狠狠地叹了口气，又看了我一眼，便如此吧。等天君走后，我有些担忧，天君是不是生气了？天君为何生气？9天佛子保佑苍生到永世，
他为何生气？听连晨这么说，我心里有点莫名的失落。我正要走，连晨叫住我：夭夭，你愿意和我一起下凡吗？1个月后，9天佛子连晨圆寂。可佛子悲天悯人，用一丝魂魄封住真身，用来保佑苍生。此后，这世间便只有魏勋。我们来到人界已经1年了，我和魏勋成了亲，开了间糕点店，店里的桂花糕最受欢迎。那桂花可是院子里我和魏勋亲手种下，此地没人种桂花，这桂花是魏勋用灵气浇灌出来，那味道自然出众。我已经怀孕5个月，魏勋对我十分体贴，每日让我在家养胎。可我闲不住，这天趁着魏勋去谈生意，偷偷跑到了店里。糕点店已经被魏勋开到了京城，可京城只是分号，不管被多少王公大臣追捧，魏勋也不打算搬到京城。我也不愿意搬，因为这里才是我的家。店铺里生意依旧火爆，我嗑着瓜子看着往来的顾客，直到一个人匆匆忙忙地躲到了柜台后面的里间。你谁啊？就往里闯。来人有些面熟，他见我也是一愣，咱们认识？我问，你叫什么？他答，思晴。我摇摇头，我认识的姓思的只有一个。我扔掉瓜子，拉他坐下，叫伙计端来各种新鲜出炉的点心。你跑什么？思晴也是饿了，吃了好几块才开口。我本是当地的世家，结果新婚夜才发现新娘居然是个男人，他还把我。我好奇，把你吃干抹净。思晴一脸哀痛，那我明白了，所以你是来躲他的？是，你可不知道他。还未说完，就听到外面有吵闹声，明明看到姑爷进来了。思晴向我投来求救的目光，我指了指后院，后院柴房。思晴抱拳，大恩不言谢。等思晴进了柴房，我让伙计把外面的人请了进来。来人是个身材高挑的女子，她脖颈处围着纱巾，长得十分惊艳。我眉头一挑，没想到居然这么好看。你是韩姑娘，或者说是思夫人？韩朝疑惑的点点头，老板娘认识我。我笑笑，韩家是大家族，略有耳闻。你想找的人在我后院柴房。韩朝有些谨慎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我耸耸肩，这就是缘分吧。傍晚魏勋回来，他脸贴在我的小腹上，大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肚子，神情享受。而我还有些不真实。有人敲门，魏勋表情一冷，什么事？门外的下人也是吓得缩了缩，因为魏勋说过晚上不可打扰我们。下人壮着胆子，老爷，思家和韩家说以后府中糕点都由咱们供应。魏勋挥挥手，看来夫人今天到店里做成了大买卖。我似笑非笑，那当然，这都是缘分啊。很快我就到了生产的日子。魏勋比我还紧张，他拉着我的手，双眼都熬红了。我觉得好笑，就劝他，稳婆说现在只是阵痛，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生出来，你不必这么紧张。魏勋大手冰凉，有点发抖，我担心你。我身体可好呢？之前剜心还不是啊。突然一阵强烈的疼痛让我忍不住叫出来，之后便是一刻不停。稳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和你说的不一样？稳婆也怕了，老身接生几十年，还是第一次见到夫人这种。不过片刻我就被疼晕了过去，整个人像是飘了起来，俯瞰着下面的一切。魏勋急得双目发红，稳婆手忙脚乱。突然我被一个声音吸引，星君，这可怎么办？我抬头看去，只见在9天之上有个熟悉的宫殿，上面写着天府宫，里面有2个手忙脚乱的仙君。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我被临时抓来顶替司命，小鱼仙生产。本来已经准备好仙胎，谁知道赤练仙君居然跳下了转生台。啊，这不是听说赤练仙君和连尘佛子是情敌吗？这下情敌变父子，别胡说八道。我突然向下坠去，回到了身体里，然后一阵婴儿的哭声。夭夭，孩子就叫魏鱼吧。小魏鱼2个月的时候，魏勋搂着我。夭夭，我问了大夫，说可以了。我羞涩地点点头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我竖起耳朵。自从生产那日，我时不时就能听到天上有人说话。星君，星君，佛子忍不住了。星君狠狠捶了那小仙一下，你不要命了？佛子的墙角你也敢听？
是想和司命一样下凡度乱七八糟的情节吗？我不敢了，我不敢了。等一切都平静，我搂着魏勋的脖子吻了上去。当晚，室内充斥着一股淡淡的花香，虽然下凡来第一次出现，可我相信以后会越发浓郁，惹人微醺沉迷。都转轮回，唯有你入我心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